在不久前的视频里呢，我们曾经介绍过一则陈年旧事，这则就是时隔4年还引发了一部分老观众的 PTSD， 引起很多新观众的好奇。有些朋友就私信我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以4年后不知翻身了多少个版本的微圈视角来回看一下当年让虚拟主播中之人这个概念站在十字路口的游戏部艺人欺凌事件。为了让所有观众都能听懂这个陈年旧事，我们先说什么是游戏部。游戏部是日本一个虚拟主播社团，由一个叫 Unlimited 的会社成立，翻译过来就是无限制啊。这帮人干活确实挺无限制的。以下我们简称他们为优社。游戏部成立于2018年，由4个 VTuber 组成。虽然现在这4个名字已经逐渐被微圈遗忘，但在2019年初，他们还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对当时看微的人来说，如果你要他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当时有影响力的管人社团，1只手可能数不到游戏部，但2只手绝对是绰绰有余了。和18年成立的大部分虚拟主播社团一样，游戏部也是以高质量的视频为主，辅以逐渐兴起的直播相关内容。从当时观众的视角来看呢，这是一家制作视频能力强、频率高、顺利的时候可以1周几更甚至1日1更，还能产出高质量内容的优秀社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内容的诞生是建立在对中之人的压榨、剥削以及高强度的监管的基础之上。2019年4月5日，一些疑似企业中之人推特的内容被外网论坛扒出，关于游戏部欺压艺人的事情也逐渐浮出水面。这里有百科总结了当时扒出的有关事情的条目，我们就不过多赘述了。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些被扒出来的中之人的推特，就知道他们工作环境大体是个什么情况。作为游戏部部长的孟晓峰，他的中之人时常发推说睡觉时间不够啊，甚至发出能不能把声带切掉送给别人这样的抱怨，并且在后面又透露通宵直播之后只被允许睡4个小时，就又得拉起来干活。英属米利亚的中之人则提到运营经常高高在上的说教，并且说 staff 觉得这帮中之人是业余 CV 啊，想找替是随时可以找的。这个知识点很重要，大伙儿记好，后面要考。总之，在一众网友的出力之下，更多游戏部中之人的推特被扒出，事件也持续发酵，一度登上日推趋势第一。在这样规模的舆论声讨之下呢，4月11日，优社火速公关出具了道歉声明，答应改善声优待遇，建立新的管理部门和设置经纪人等条件。事情到这里看上去已经结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就不会有我们这期视频了。2个半月之后的6月底，有观众发现游戏部新视频里部长英属米利亚的声音似乎跟过去不一样了。结合1个多月来他推特发生的可疑变化，让很多观众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优社可能没有能力按照公告去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有能力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于是出现许多人质疑中之人是不是已经被换了。在不久之后的7月初，再次有观众发现社团成员道明寺晴祥的声音也变了。由于这个为极强的社交属性，他和各个社团的许多成员都有或深或浅的交情，这件事因此惊动了相当多的业内人员发推表态。考虑到其中很多人已经不再活动或者在 B 站不火，为了让新来的大伙儿直接感受到事件影响力啊，我们只挑大伙儿眼熟的为来介绍，比如 Holo 的、彩虹的、名誉彩虹人、后来去 Holo 的和后来去彩虹的，以及第一个南威，还有日本南威之光等等等等。随着第3个为风见良的声音发生变化，微社这边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他们在7月中直接发公告说我们要把中之人全换了，不对，是声优啊。优社一直管他们的中之人叫声优，虽然2个都是从隔壁行业演变过来的词，但是在概念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最后呢，优社还是选择了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并且还应了前面中之人推特里面提到的 staff 的话啊，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为了开启他们更换中之人的行为，要知道这件事比办爱分身事件要稍早一点。优社在他们的公告里特意提了一嘴，我们其实应该是 CTuber， 也就是 Character YouTuber。 这个概念网上说最早应该是 Hello Kitty 的管人出道的时候提出来的。比起我们现在看到的 VTuber， 它更重视虚拟角色的存在感。比如说风见良的设定是个打扑悠扑悠的高手，但如果他中之人水平没有那么屌，那怎么办呢？答案是找个代打。但这个事儿没有大伙想那么轻松啊，就算是找了代打，中之人也要在一边配音。实际上这个 CTuber 呢也没有比 VTuber 省多少功夫，大伙儿也看出来了，它是一种以虚拟角色为中心的运营模式。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背后可以是复数的人在同时进行扮演，有的角色中之人真的可以只出一个声音就完成。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中之人在整个团队里他地位不会太高，同时也很难有很大的权利。虽然观众眼里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配音的这个声优他就应该是这个角色，但实际上这个每天给观众直播和给角色配音的人，他对角色的塑造和要产出的内容都没什么话语权，这就产生了很大的撕裂感，也很容易出问题。老实说 CTuber 这个概念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模式对于早期的视频式虚拟主播来说是相当合适的。一些声称自己是 VTuber 的主播在实际上其实更贴近于 CTuber， 但坏就坏在游戏部是早期最著名的想要推广这个模式的社团，而且他们是在道歉这样的情境之下提到了这个词，这显得他们像是在给自己更换中之人的行为随便找了个脱罪理由，所以连带着把 CTuber 这个词儿也一起搞臭了。事件的结果就是企划把4个中之人都给开了，然后新招来的人运营的频道一路掉粉，最后在21年初停止了活动。事件爆发1年后 Unlimited 正式改组成 Blue Group， 就是现在所说的 B 箱。而优社改组成 B 箱的时候，被观众认为可能是和游戏部欺凌事件有直接联系的 CEO 上西恒辅离职了，是一个全输的局面啊！从粉丝、中之人到会社，大伙儿一起输麻了，也不知道这公司当初是图个啥。在游戏部事件持续的3个月里，业界还爆发了著名的办爱分身事件，这2件事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可以说是永久的改变了虚拟主
主播行业的生态，彻底的把皮魂一体的这个概念刻在了微圈早期观众的心中。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丁老头，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